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被陨落心炎吞噬后，就失去了意识。等他苏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被陨落心炎带回了地底岩浆世界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他被陨落心炎拖到这里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。在这期间，陨落心炎一直尝试着炼化他，是药老用古灵冷火一直护着萧炎，但消耗太大，药老的古灵冷火也只能再坚持3天。3天后，他会把仅剩的灵魂力量全都给萧炎，随后便会进入沉睡。药老告诉萧炎，他沉睡后若是实在坚持不住，可以服下地灵丹，那样或许可以多扛一段时间。这一次，师徒2人的命运都交到了萧炎的手中。如果萧炎坚持不下去，躲在戒指中的药老也会被陨落心炎焚烧成虚无。药老沉睡后，萧炎接手他先前的工作，才知道与陨落心炎对抗的消耗有多庞大。萧炎觉得自己恐怕连1周的时间都坚持不住。在这种绝境下，他的心中一片苦涩，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。已经有了灵智的陨落心炎选择用慢火缓缓地炼化萧炎。在陨落心炎源源不绝的炙烤下，萧炎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迷糊的状态，机械化地调动着体内的青莲地心火来抵御陨落心炎的焚烧。这在萧炎也不知道自己维持这种状态有多久的时候，他手臂上传来一种温凉的感觉，将他惊醒。看到手臂上游走的吞天蟒，萧炎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。争夺到身体控制权出来的是美杜莎女王，望着那凭空浮现并且拥有着无比诱惑的妖艳美人，萧炎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开心，反而是充满警惕地看着她。美杜莎一现身，就被察觉到的陨落心炎派出一大团火焰包裹。好在美杜莎的实力够强，很快就将无形之火抵御住了。萧炎在扫了一眼美杜莎的完美娇躯后，告诉美杜莎2人现如今的处境。得知自己现在的处境，美杜莎咬着一口银牙，气得浑身发抖，说自己真后悔当初没有直接杀了他。美杜莎让萧炎将药老叫出来，凭他们2个是不可能破开陨落心炎的。萧炎无奈地告诉美杜莎，药老已经沉睡了。身处这种绝境，萧炎再看美杜莎气得想要杀了自己的样子，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毕竟杀了他，他们也出不去。美杜莎冷笑一声，说自己什么险境没见过，区区一火想要将他留下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说完，美杜莎就开始不断攻击包裹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但她的攻击不仅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反而将陨落心炎激怒。随后，萧炎和美杜莎就受到了陨落心炎的报复，一股极其炽热的心火突然出现在他们俩的体内。美杜莎抱着脑袋，一脸的痛苦，她的头顶上2个有些虚幻的人影和蛇影正在无形火焰的炙烤中不断纠缠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杜莎和吞天蟒的灵魂却在火焰的炙烤下缓慢地融合了起来。陨落心炎误打误撞间帮了美杜莎一个大忙，只要美杜莎坚持到2个灵魂彻底融合，就可以完全掌握这具身体，到时候陨落心炎对她的克制效果反倒会自动消失。美杜莎这边的情况算起来还不是太糟，但萧炎却被这股比之前每次都要强烈的心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萧炎能感觉到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身体怕是会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。他的经脉变得干枯扭曲，体内的各种器官更是严重变形。在他的意识即将消散步入黑暗的时候，萧炎身下的青莲座台突然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，融化了起来，随后变成一大团青色的液体，将萧炎的身体完全包裹住。在被青色液体包裹的时候，萧炎手指上的纳戒也在高温下爆开，青色液体将纳戒中卷轴这一类的东西全部剔除，将所有的药材和各种各样的丹药留下，并包裹了起来，其中就包括药老为萧炎吞噬陨落心炎准备的地灵丹。所有药材和丹药在青色液体中缓缓融化，最后将青色液体也渲染成了5颜6色。5颜6色的液体顺着毛孔和伤口流进了萧炎的体内，让萧炎体内濒临灭绝的经脉、骨骼、血液再度泛起生机。萧炎体内的这一丝生机引起了陨落心炎的注意，眼看萧炎好像又要活了，陨落心炎再度爆发出恐怖的温度，但萧炎体内的生机也再度诡异的浮现。萧炎的体内被心火不断破坏，而5颜6色的液体又不断的修复，这2种东西在萧炎的体内就像进行拉锯战一样，不断重复循环。好在此刻的萧炎因为濒临死亡，已经进入了假死状态，感觉不到疼痛。时间慢慢的流逝，萧炎和美杜莎也都在慢慢的发生蜕变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。飘荡在火焰中犹如死尸的萧炎突然睁开双眼，睁开双眼的萧炎看到的依旧是记忆中的赤红。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，并且身体不仅没有半点损坏，还比失去意识之前更加强悍和恐怖。不仅如此，萧炎的实力更是直接晋升到了
斗王级别。萧炎低头摸着手指上的戒指说，看来天不绝我们师徒，但却发现手指上的那戒不见了。萧炎将周围的东西吸到身前，发现他那戒中所有的药材和丹药全都不见了。昏迷之前坐着的青莲坐台也没了踪迹。萧炎觉得自己能够复活，大概是那些东西的缘故。他看向一旁浑身赤裸、紧闭双目的美杜莎，发现在一人一蛇的灵魂融合中，美杜莎占据了上风。萧炎的苏醒惊动了一旁守着他们的陨落心炎，发现萧炎还活蹦乱跳，陨落心炎发出愤怒的尖叫声，一团极其猛烈的心火再度出现在萧炎的心中。但这一次，萧炎体内的心火对他并没有造成破坏，反而让他浑身充斥着一种暖洋洋的感觉。萧炎十分茫然，难道自己已经被烧习惯了吗？药老已经沉睡，自然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陨落心炎见对萧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再度召唤出猛烈的心火，而只要心火一蔓延，萧炎体内就会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荧光。心火在荧光的照射下，就像遇见克星一样，急速退缩到完全消失。萧炎望着自己体内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荧光，有点茫然。这些荧光就是那些缓慢进入萧炎体内各处角落的奇异药液。荧光在经过长时间与心火对峙，并且取得压倒性胜利后，心火对萧炎的焚烧效果大打折扣。萧炎并不知道这些是怎么回事，但他知道这是他对陨落心炎进行反攻最大的依仗。俗话说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接下来就是萧炎进行反攻的时候了。萧炎眼中泛上奇异荧光，一眼就看清了被无数透明火焰包裹的乳白色小蛇。这条小蛇就是陨落心炎真正的本源。不再惧怕心火的萧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很快就抓住了乳白色的小蛇。萧炎利用青莲地心火将陨落心炎的心智侵蚀消散后，便按照焚诀的功法路线对陨落心炎进行炼化。炼化成功后，便到了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，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心炎。若是两种火焰成功融合，萧炎不仅实力会大幅度提升，焚诀更是会呈飞跃般的进化。萧炎开始进行两种异火的融合，而异火之间的抗拒性非常强，各自都想将对方吞噬。若不是萧炎身怀焚诀，怕是会引火烧身。萧炎不断地将焚诀斗气灌注进气旋中，形成一条界限，屹立在两种异火之间。随着一股股焚诀斗气的注入，萧炎体内的两种异火终于能够和平共处，不再爆发冲突。随后他迅速进入修炼状态，依靠吸收外界的能量来提供足够的斗气融合异火。到最后，萧炎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，两种异火终于在焚诀的作用下成功融合。这种新融合的异火是一种犹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。萧炎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圈泛红，眼角都变得湿润。等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平静后，萧炎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碧绿色火焰，将它灌注进气旋中。碧绿色火焰完全灌入纳林中，萧炎心中满是喜悦。准备退出这种修炼状态时，脸色猛地一变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犹如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一般，随后便察觉到一股异样的邪火瞬间传遍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这种异样的邪火对萧炎的身体没什么特殊的伤害，但却让他浑身发烫，就像服用了某种极其强烈的春药一般。萧炎调动体内的斗气，想要压制住这股邪火，毕竟他的心中只有薰儿，而现在薰儿并不在这里。但越是压制，邪火反弹的越是强横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萧炎的眼睛已经被赤红占据，最终他的理智还是被欲望压制，望向了不远处赤裸的美杜莎身上。萧炎一步一步走向紧闭双眼的美杜莎，若是清醒的状态，再给他一个胆子也不敢对美杜莎做什么。但现在的萧炎脑子里充斥着欲火，已经忘了美杜莎不好惹。刚刚融合完灵魂的美杜莎隐隐感觉到了什么，灵魂迅速进入身体，充满杀意地望着萧炎，问他是不是找死。但萧炎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压根不管他说什么。望着越来越近的萧炎，美杜莎用能量凝成一套红色裙袍后，一道七彩匹链从她的指尖爆射，砸在了萧炎的胸膛上。但此时的美杜莎因为刚刚融合完灵魂，发挥出的实力不足以往一半。这一击仅仅只是让萧炎的身形停滞了一下下。欲火上脑的萧炎盯着美杜莎令人疯狂的躯体，手掌一挥，一圈碧绿色火焰将美杜莎双手牢牢捆住。萧炎面色潮红，俯视着美杜莎。即使是在这种时刻，骄傲的美杜莎也没有丝毫慌张，而是怒斥萧炎，如果敢对自己做那种事，等他恢复实力，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萧炎丝毫不理会美杜莎的威胁，身躯一跃，将美杜莎压在身下。此处少儿不宜省略1万字。
鼓掌声结束后，恢复实力的美杜莎便在岩浆世界疯狂追杀萧炎，但萧炎已经晋升斗王，再加上他收服了陨落心炎，身处岩浆世界，就算是美杜莎恢复到了巅峰，在萧炎的面前也讨不到好。更何况因为融合了吞天蟒灵魂的缘故，美杜莎对萧炎难以下真正的杀手。见美杜莎终于安静，萧炎心里一阵苦笑，没想到自己竟然稀里糊涂的对美杜莎做了那种事。萧炎让美杜莎不要再继续内战，而是一起联手突破封印。美杜莎答应了萧炎，心里却想着一旦出去，一定要萧炎为侵犯他付出代价。他们出去之后，萧炎会怎么解决美杜莎的怒火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